爱的艺术是由德国心理学家艾瑞希·弗洛姆 Erich Fromm 于1956年出版的一部心理学经典之作。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人类对爱的理解和体验，以及如何培养一种健康而成熟的爱的能力。以下是爱的艺术中一些重要的主题和思想。爱的定义与理解。弗洛姆提出，爱并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为和态度。他强调了对爱的理性理解，将其视为一种技能和艺术，需要学习和培养。爱的4个要素。弗洛姆提出了爱的4个基本要素，它们是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这些要素构成了健康的爱的基石。他认为它们互相交织，共同构建了一种全面而持久的爱的体验。自我爱与他人爱的关系。弗洛姆主张，真正的爱应该始于对自己的爱。他认为，只有当个体学会如何真正关爱自己时，才能够与他人建立健康、平等的爱的关系。爱的创造性。弗洛姆将爱与创造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真正的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他强调了个体的创造性努力，通过这种努力，个体才能在爱的关系中实现个性的增长和发展。社会和文化对爱的影响。书中还涉及了社会和文化对个体爱的观念和经验的影响。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些特征可能妨碍了人们对真正爱的理解和追求，因此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审视和反思。总体而言，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对爱的哲学思考，强调了个体责任、自我认识和创造性努力在建立健康、充实的爱的关系中的重要性。这本书对个体心理成长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爱的艺术中，艾瑞希·弗洛姆对爱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定义与理解。他将爱视为一种积极而有目的的行为，而非仅仅是一种感觉。以下是对爱的定义与理解的详细描述。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弗洛姆认为，爱并非 passively 被动的发生的事情，而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和选择。他区分了爱和被爱的概念，指出真正的爱需要个体主动参与，而非只是单方面的接受。理性与爱的关系。弗洛姆强调了理性在爱中的作用。他认为，真正的爱需要理性的参与和理智的思考。这并不是说爱是冷漠和理智主义的，而是强调在爱的过程中有深刻的理解和自我认识。爱的目标。爱不是为了满足个体的欲望或需求，而是为了对方和自己的成长和发展。弗洛姆关注的是一种包容对方的爱，使对方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同时也促进个体自身的成长。爱的能力的培养。弗洛姆认为，爱是一种艺术，需要通过学习和努力培养。他指出，爱的能力可以被发展和加强，就像任何其他艺术技能一样，需要实践和不断的努力。爱的4个要素。弗洛姆提出了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这4个要素，它们是构成真正爱的基本元素。这些要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全面而持久的爱的体验。通过这些理念，弗洛姆试图突破传统对爱的浪漫化和理想化观念，强调爱是一种复杂而深刻的经验，需要个体通过理性思考和积极的行动来建构和维系。这种理解使得爱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能够带来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爱的艺术中，艾瑞希·弗洛姆提出了构成真正爱的4个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关心、
责任、尊重和认识，这些要素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健康而深刻的爱的关系。以下是对这4个要素的详细描述。关心 caring， 关心是爱的第1个要素。在弗洛姆看来，关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关切或照顾，更是一种深刻的关注和对对方整体福祉的关心。这种关心是积极主动的，包括对对方的情感、身体和心理状态的关注。真正的关心意味着愿意分享对方的喜怒哀乐，并在对方需要时提供支持。责任 responsibility， 责任是爱的第2个要素。弗洛姆强调了个体对爱的责任感，这并不仅仅是对对方的责任，还包括对自己和整个关系的责任。责任感意味着愿意为对方和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负责，并且愿意付出努力来维护这份爱。尊重 respect， 尊重是爱的第3个要素。在爱的关系中，尊重是相互之间的基本要求，这包括对对方独特性和个体差异的尊重，不试图改变对方或将对方塑造成自己期望的样子。尊重还体现在对对方意见、感受和决定的尊重，营造一种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关系。认识 knowledge， 认识是爱的第4个要素。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需要对对方的深入了解和认识，这不仅包括对对方的外表和表面特征的了解，更是对对方内心世界、梦想和恐惧的理解。通过认识，爱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刻和真实，个体能够更好地满足对方的需求，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行为和情感。这4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一种全面而健康的爱的体验。弗洛姆认为，只有当这些要素得到平衡和整合时，才能够建立起真正深刻、充实的爱的关系。在《爱的艺术》中，艾瑞希·弗洛姆强调了自我爱与他人爱之间的密切关系。他的观点是，真正的健康而成熟的爱始于对自己的爱。以下是关于自我爱与他人爱关系的详细描述。自我爱的重要性。弗洛姆认为，个体必须首先学会真正的关爱自己，才能够与他人建立健康、平等的爱的关系。自我爱并非自私自利，而是一种对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尊重。个体需要接受自己，包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而不是将自己看作是不值得被爱的对象。自我爱与他人爱的平衡。弗洛姆强调了自我爱与他人爱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只有那些已经学会爱自己的人，才能够提供真正的爱给他人。这并不意味着自私，而是指个体能够从内心深处产生积极而充实的感觉，从而更有能力与他人分享爱。自我认识与自我爱。自我爱与自我认识密切相关。弗洛姆认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以及追求自己真实的内心需求，都是自我爱的体现。通过深入了解自己，个体能够建立起对自己的真正爱，而这种自我爱又能够影响和丰富与他人的爱的关系。自我爱的阻碍。弗洛姆指出，社会和文化因素有时会对个体的自我爱产生负面影响。他认为，一些社会期望和价值观可能会让个体感到自卑或不值得被爱，因此，克服这些阻碍，培养积极的自我爱是十分重要的。总的来说，弗洛姆的观点强调了自我爱是建立健康、积极的他人爱关系的基础。通过了解、接受和尊重自己，个体才能够在爱的关系中变得更加坚实和稳固。在《爱的艺术》中，
艾瑞希·弗洛姆强调了爱的创造性，将爱与创造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下是关于爱的创造性的详细描述。爱的创造性概念，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类似于艺术家创造艺术品或科学家创造新理论一样。他认为，爱是一种积极的努力，需要个体投入创造性的能量来塑造和维系个体的创造性努力。爱的创造性不仅仅是对对方的关怀和付出，还包括个体对自身的创造性努力，这涉及到对自己的认识、成长和发展。通过个体的努力，爱的关系得以不断的更新和丰富。爱的目标是个性的增长。弗洛姆强调，爱的目标不仅仅是维系关系的稳定，更是促进个体和对方个性的增长。通过爱，个体能够更好地发现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帮助对方实现同样的事情。克服爱的障碍。爱的创造性也包括克服困难和障碍。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需要克服自私、嫉妒、恐惧等消极情感，这需要个体付出创造性的努力。通过超越这些负面因素，爱才能够达到更高的层次。爱的自由。爱的创造性还涉及到爱的自由。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是基于个体的自由和对方的自由的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自由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建立在责任感和尊重的基础上，使得爱的关系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总的来说，爱的创造性是一种积极而富有活力的力量，它能够推动个体和关系的发展。通过个体的创造性努力，爱得以不断地焕发新的生命力，使得爱的关系更加充实、深刻和持久。在《爱的艺术》中，艾瑞希·弗洛姆探讨了社会和文化对个体对爱的理解和经验的影响。以下是关于社会和文化对爱的影响的详细描述。社会对爱观念的塑造。弗洛姆指出，社会对爱的观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理解和追求爱的方式。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以及文化传统都在塑造人们对爱的期待和行为模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竞争性社会和爱的挑战。弗洛姆关注了现代社会的一些特征，特别是竞争性和功利主义的社会文化，对个体的爱产生了一定的挑战。他认为，社会的竞争和功利导向可能使人们更加倾向于追求外在的成功和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内在的人际关系和爱的重要性。爱与消费社会。弗洛姆指出，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文化已对爱产生了影响。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可能更容易把关系当作一种消费品，追求即时的满足和享受，而忽略了爱所需的深度和承诺。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影响。弗洛姆关注了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塑造，认为这影响了人们对爱和关系的期望。传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可能导致男性和女性在爱的关系中扮演固定的角色，限制了个体在关系中的自由度。社会对个体自我认知的影响。社会和文化的期望可能影响个体对自己的认知。弗洛姆认为，一些社会期望和标准可能导致个体产生自卑感，使其难以真实地表达和接受爱。总的来说，弗洛姆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对爱的观念和实践的深远影响。他鼓励个体在面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时保持理性思考，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实践真正有益于个体和社会的爱。